雪儿、燕儿、凤儿，参见太后娘娘。这就是刘公公从民间带回来的3个女子。是。他费尽心思为皇上寻找民间女嗣，也真是辛苦他了。哼，雪儿，你抬起头来。明目生辉，眉间自有一股灵气，很好。你叫什么？民女李雪渊。太后娘娘，依臣妾看，这女子分明就生了一副苦命相，怕是召进宫来会给皇上带来晦气。燕儿，你抬起头来。生的标致，有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之容。太后娘娘，民女叫薛燕，您可以叫我燕儿。太后问你话了吗？放肆！凤儿，你抬起头来。锦绣，太后，不是那个人，他额头上没有那个红色胎记。你确定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回太后，民女姓林，名凤儿，母亲早逝，父亲曾任龙门镖局的总镖头，押镖过程中不幸身亡，家中现无其他兄弟姐妹。皇上驾到！参见母后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参见皇上。免礼吧。谢皇上。母后，凤儿、雪儿、燕儿，她们3个是朕在民间挑选的女子，刚入宫不懂规矩，没有第一时间向母后请安，请母后恕罪。皇上要选妃，这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作为皇上的妃子，定要经过严格的选拔，外人进献的一律不得采纳。太后所言极是，皇上怎可不通过考核就随随便便的选女子进宫呢？母后，这3位姑娘跟朕甚是投缘，前面的考核就算是通过了，后面的殿试，朕希望她们也可以去参加。不行，皇上若是如此，那对其他的淑女岂不是不公平？也罢，只要皇上喜欢，哀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谢母后。太后，锦绣，你去安排一下他们3个人。是。谢太后。本宫一直以为姑母是疼我的，但是为什么要答应皇上的要求，让那3个小蹄子参加殿选？万一他们通过了怎么办？娘娘，选妃虽然是皇上亲自拟选，但其实也要秉承太后的意思。多数情况下，不就走个过场吗？就跟您当初入宫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太后只是给皇上一个台阶下？啊，对了，你赶紧去打点一下宫中的稳婆和宫娥，本宫要让他们连第1关都过不了。是。慢着，你觉不觉得太后好像对那个叫凤儿的姑娘格外在意？太后脸都白了，我从未见过太后如此失态。
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情况。娘娘，您整天照顾各种小动物，怎么不愿花时间去陪陪皇上呢？佛说，不争不失，不争不害，不争不怨，不争不恼。这世上所有的不堪，都源于一争。本宫何苦学他们？不争非不取，无为非不为。瓜熟蒂自落，水到渠自成。是谁在那边鬼鬼祟祟躲着？还不快过来拜见！彩月，这个女孩这么像宁妃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宫的娘娘，但是你好美啊！啊，对了，雪儿跟我说，我在宫里地位低，辈分小，见到任何姐姐都要行礼。那夫人给漂亮姐姐行礼了。啊，快起来吧。看你的样子，不像是宫女，是殿选上来的淑女吧？我是刚选上来的淑女。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我一不小心走丢了，这宫里的路都长得一个样的，所以一时我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。那我等会儿让他们带你回去吧。谢谢姐姐。姐姐，我可以问一下，你是哪个宫的娘娘吗？你就叫我姐姐吧。我一直都想有一个像你这样活泼大方的妹妹。姐姐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这位小主，请跟奴婢走吧。那我走了，慢走啊。我有空来看姐姐。娘娘，为什么奴婢觉得这位小主有点眼熟？皇上越是想掩饰什么，就越是在乎什么。凤儿，凡是见过那个人的，心里都会明白的。以后，我们之间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我不管你和太子之间有没有苟且之事，你身为先皇的妃子，天天和太子嬉戏于文华殿，这就大大的有损了皇家的颜面。我对太子确有敬怒之情，但我们之间是清白的。我不管你和太子之间到底如何，但你身为后宫的嫔妃，难道你妄想控制太子，垂帘听政吗？锦绣，赐酒。为了先皇的倾慕，为了太子的倾慕，我一定会喝。难道是他的转世吗？真的是他的转世吗？夏儿，朕离开了皇宫这么久，回来后，朕没说你也不问，还给朕准备了宫里头这么清静的地方，让朕思考问题。朕真的特别感谢你。臣妾既然是六宫之首，为皇上分忧是自然的。皇上如果想说，自然会说。臣妾不急。朕从宫外带了3个女子回来，朕希望她们能通过殿试。既然皇上提出了，臣妾自然会照顾那3个妹妹的。她们3个刚刚进宫，很多规矩她们都不懂，还希望你能多多给她们指点，包容她们。
毕竟他们是朕的救命恩人。真的吗？夏儿，你知道吗？朕以前在朝堂之上，那些纨绔的老夫子们一遍一遍地跟朕讲，朕治理的天下有多么的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可是朕出了这紫禁城，却发现这个世界跟他们讲的完全就不一样。夏儿，你相信朕当过乞丐吗？当过劳工，还被山贼绑架，差点连命都没有。皇上，您在宫外那么危险，宋大人和刘公公都没有保护您吗？那只是意外而已。刘默跟长庚那时候还不在朕身边，但是朕幸亏有这3个女子保护，不然就真的回不来了。小虎，来，过来，小虎，坐下。哎，让朕看看。你离开的时候，他只有1丁点儿，没想到狗狗的记忆这么好，还记得你是它的主人。你还记得朕吗？没有枉费朕那么疼你。谢谢你啊，把它照顾得这么好。这是臣妾应该做的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就让它陪着我，就好像你在我身边一样。夏儿，太难为你了。齐莹莹，这3人所有项目都通过了，就没有不适之处。确实如此。我明明告诉过你，太后不希望他们通过，你难道要违抗懿旨吗？那3个姑娘的确条条符合，这小的也没有办法呀。这总不能颠倒是非啊。你改不改？不改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选嫔妃是我们司礼监的事，姑姑这时候出现在这儿，是不是不大合适？哼，是刘公公。别以为有太后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把手伸到咱家的头上。宫有宫规，大家都按祖宗的遗训办事，咱家不怕你回去碎嘴。既然公公这么说了，那锦绣就不再智慧，告辞。不送。哼。下去安排一下，咱家要单独见这3个姑娘。是，公公。公公，我们这次能通过，一定是您的安排吧？
咱家倒也没做什么安排，不过在祭月台的时候，咱家就知道你们3个姑娘资质极高，想过这个测试没有问题。虽然这次你们过了关，但是咱家这有一道题。公公，什么问题呀？你们说说，你们为什么要做皇上的女人？因为可以过好日子呀，可以吃山珍海味，穿绫罗绸缎，让所有的人都羡慕。你也就这么点出息，不过呢，这也算是个理由。凤儿呢？一开始他对我来说就只是我的入宫子，但是现在突然变成所有人的皇上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凤儿现在就只想陪在他身边就好了，哪怕做个宫女也行。感情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。凤儿，你的存在对皇上具有特殊的意义。不过在后宫最容不下的就是特殊。既然你选择了留下，那就要好自为之。至于你想留下的理由，咱家不想知道。但是在这儿，咱家给你提个醒：要想在后宫生存，必须要做一个有利用价值的人，好好的做个可利用的人。只有安于被人利用，才能够利用别人。雪儿明白，随时听候公公的差遣。果然冰雪聪明，你放心，你要的东西很快就能得到。太后，刘公公亲自监理，那3个民间女子已经悉数通过甄选。什么？本宫不是已经让稳婆去打点妥当了吗？刘默在选秀中徇私舞弊，又不是1天2天了。哼，哀家都懒得搭理他了。罢了。那可不成，姑母可不能就让那3个小狐狸精正式入宫啊！那我以后可怎么？宫中妃嫔100余人，多了3个又如何？哼，什么时候哀家想让他们消失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对了，前几日哀家让你通知你父亲，他查得如何？哦，父亲的回信在此。父亲在信上说，5月朝廷一共拨款给怀远县赈灾救银，共计30万两，应该是足以赈灾缓解灾情的。可实际上下发的只有3万，仍然有几千名灾民被饿死，恐怕赈灾的银子都被人中饱私囊了。正是如此。派去怀远县的钦差是谁？刘安，就是那个刘默的远房外甥。千真万确。千真万确。好，很好。刘默这个老狐狸，终于露出了把柄。这几日联合上书的事，一定要准备妥当，绝不能失手。哀家要让那个刘默输得不能翻身。虽然我们是搬回来了，可是他们连半个宫女都不留给我们。我们好歹也是通过殿选未册封的嫔妃，可这殿里空荡荡的，像样吗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够啦！我已经不想再听温绉绉的教诲。我知道，我们还有1个月的考察期，到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宫殿和宫女。可是，这1个月实在是太漫长了。怎么了，凤儿？我没事啊。又想皇上了吧？我才没想他呢。凤儿，陪我出去走走呗。没空。真没空。没空。干嘛？走，陪我出去玩去。走。
来到皇宫还习惯吗？有刘公公的照应，一切还挺顺利的。其实我本想就把你一个人带回宫的。那燕儿跟雪儿呢？凤儿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宫里多的是规矩，多的是眼睛。虽然我是皇上，但有些事情也是无可奈何的。所以我决定把你们3个一起带回来，这样就能保护你，免得你受伤害。你不会怪我自私吧？不会，因为我真的想时时刻刻都能见到你，所以才把你囚禁在这紫禁城里面。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，只要能看见你就好。凤儿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小满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等你。等我？哦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我刚经过殿选，我被封为才人了。还习惯吗？漂亮，凤儿穿什么都漂亮。你在这等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真的喜欢这皇宫的生活吗？也愿意在这皇宫之中，只是做一个嫔妃而已，这是你想要的吗？说心里话，皇宫的生活我还不适应，不过能够留在皇上身边，我还是挺开心的。好，如果有一天你厌倦了这皇宫的生活，想要离开这里，告诉小满哥，我会带你走。照顾好自己。还是小满哥哥对我最好。不过现在我已经进了宫了，应该没那么容易出去吧？我现在才发现，喜欢一个人，其实没什么道理可讲。看着他开心，我也就会开心；他笑，我也想笑。小满哥哥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永远的小满哥哥。我也希望你能够开心，能够幸福，永远做我的小满哥哥。放心吧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小满哥，也会永远保护你。我先走了。如今在这紫禁城里面呀，也只有在晋王爷府上，才能暂且的让大家避一避风头啊。是啊，这么多人，包括礼部尚书张大人上书论谏，皇上也不听，一门心思护着这个刘公公。就是啊，我本是个王爷，不应该理会朝政，但是我刚刚得到了一条消息，宫里有人准备弹劾刘公公，这次恐怕是皇上也保不住了。那究竟宫里那位是谁啊？当然是最恨刘公公的人了。来，请，请。起来说话。多谢公公。刘公公，太后已经联合了礼部和工部的人，甚至还让武官监侯借星象有变来弹劾你。据说这一次啊，非要置你于死地呀。薛大人，你可知道跟太后娘娘联合的人还有谁？已经查明，正是太后和梅妃娘娘的外戚。小青子，在。安排几个人跟薛大人去锦衣卫的情资房。是。公公，这是何意呀？他们既然能查到咱家的把柄，难道
咱家的东厂和锦衣卫都是吃素的吗？公公高见，卑职告退。你们知道吗？那群老腐朽又哭又闹，跟着刘公公闹的是不可开交，非逼朕斩队啊！谁知道朕忽然下了一道罪己诏，当时他们的表情就跟你们一样，一模一样，目瞪口呆。谁能想到朕会给自己下罪？你说是不是？皇上好棒啊！你们俩不觉得朕很厉害吗？皇上一直都聪明过人，臣妾一点都不觉得奇怪。勾践卧薪尝胆，孙膑忍辱复仇，韩信胯下之辱，他们个个都比朕能够忍辱，可朕不是他们。千秋大业，该如何夺回？皇上，我们好不容易出来游玩，就不要说这些了。哎，皇上，臣妾就是想知道，你赐给我们3个不同的封号，那么到底是怎么排位的？谁最大？燕结羽很在乎这个排位吗？你已经是你们3个当中最大的了。你们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我最大，我比你大，我比你大。干嘛？我不管，皇上说我最大的。